Hello Hello， 胖妮儿来喽！继续跟胖妮聊剧看人生，订阅胖妮，更新不迷路。《如懿传》中，老年甄嬛对淑妃有成全之心，是因为淑妃做到了甄嬛曾经没有做到的，爱一个人就全然不顾自己。如懿对淑妃有怜惜之情，是因为如懿敏感而清高，又有保护弱者的圣母心。而胖妮作为一个普通人，没有那么高的精神境界。在我的眼中，淑妃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，她活得憋屈，死得窝囊。我们来看看淑妃奕欢是怎么爱上皇上的吧。那天皇上出宫，正好被奕欢远远看到，然后只因在人群中多看了一眼，奕欢就爱上了皇上。这种爱说白了不就是见色起意吗？紧接着奕欢回到家中，开始研究皇上的诗词。其实历史上弘历的诗词写得并不好，奕欢之所以对他的诗词如痴如醉，一是因为先入为主，二是有爱人滤镜的缘故。一个人爱另一个人，不管因为什么原因爱的，本质上并没有错。然而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莫名其妙地觉得自己爱别人，别人也一定会爱自己，这就不对了。上一个天大的误解，因为皇上多看了一眼，随口夸一句伶俐，就觉得对自己有意思的是阿若。事实证明，皇上根本没喜欢过阿若，每次侍寝都让他披着一条毯子跪在床边，不让近身。皇上对淑妃甚至连夸一句伶俐也没有。你在人群中远远看着人家，人家根本没注意到你啊。而淑妃则在自己的头脑中写出了一部关于旷世之恋的鸿篇巨制。尽管很多观众批判《如懿传》中的皇上为渣龙，但我们不得不说，这位渣龙在选择爱人方面没那么肤浅，并不是一个女人只要长得漂亮就能入他的眼。原著的描述中，阿若长得很美，甚至比如懿都美，皇上对她嗤之以鼻。而白蕊姬并不像剧版演员那么美，皇上却真正宠爱过她。皇上对韩香见看起来也是见色起意，然而韩香见所拥有的不只是美貌，在美貌之外，她有被韩部男女老少尊崇的耀眼光环，也有着难以征服的挑战所带来的致命吸引力。而淑妃凭什么认为自己仅仅因为长得美，就能让皇上不顾她叶赫那拉氏的出身而深深地爱上她呢？人们都说皇上亲信叶赫那拉氏会对爱新觉罗氏不利过于迷信，然而换位思考下，如果有人告诉你，你的相亲对象和你命中犯克，结婚之后会克得你非死即残，而你和这位相亲对象没有任何感情基础，你会心中毫无芥蒂地和他相处，甚至结婚吗？而皇上所要考量的不仅是自己的安危，还有大清的江山。如果能选择，皇上断然不会纳奕欢入宫。他之所以勉为其难将他纳入后宫，完全是因为太后大张旗鼓地把奕欢献给他，这个面子不好驳。奕欢入宫之后，我们几乎没有看到皇上和他像和如懿那样聊聊天，像和魏嬿婉甚至金玉妍那样玩闹的场景。我们看到最多的是淑妃奕欢大雨天为皇上祈福，拿着皇上写的诗词如痴如醉的抄写。如果奕欢做这些的时候能够像婉嫔那样秉承我爱你是我的事儿，和你无关的想法，尚且够理智，这份爱也无可厚非。但事实显然不是这样，他误解皇上赐给他做胎药是给他独一无二的宠爱。淑妃入宫不是一天两天，是很多年。皇上对他什么样，他自己难道一点感觉都没有？而最终致使淑妃自焚的，甚至不是十皇子的夭亡，而是皇上不爱她的事实。可见淑妃对皇上付出爱的时候也是很计较回报的。在现实生活中，她没得到回报，就在想象中实现它，用自欺欺人的方式来聊以自慰。一旦她发现自己的想法只是一厢情愿，不惜用一种决绝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，这样看起来淑妃是一个至情至性之人，她为爱生，为爱死。而实际上这种人是很可怕很偏执的存在。站在皇上的角度来看，这件事他也挺冤的。长得帅又不是皇上的错，皇上也没想到一露脸就吸引了淑妃啊。那淑妃入宫也不是皇上心甘情愿的，假意赐避孕药，谎称做胎药，也是无奈之举。皇上迷信就是怕大清江山毁在叶赫那拉氏手中，也不能因为儿女情长
弃江山于不顾吧。淑妃为皇上做了很多，皇上有的知道，有的不知道。但是爱这个事情又不能勉强，就算知道淑妃对他好，他就必须要回馈给他真心的爱吗？给他妃位，让他衣食无缺，难道还不行吗？皇上在和淑妃的关系中，唯一做得过火的是对十皇子的处理上。稚子无辜，皇上不顾亲生儿子的安危，一心保全自己，这也是很多观众痛恨扎龙的原因吧。淑妃的死，在胖妮看来也是很糊涂的。身为母亲，丧子必然十分悲痛，在这种情况下，真正对淑妃好的人，会像如意一样，给她言语上的安慰，或者送一些滋补的吃食。魏嬿婉却不顾淑妃的伤痛，很刻意地告知了她做胎药的真相。淑妃只要稍微想一想，就该知道魏嬿婉不是个好人吧。她伤心欲绝地去找皇上，啰里吧嗦说了一大堆，没一句重点，连魏嬿婉的名字都没提。回到宫中，她甚至也没找如意说出实情，稀里糊涂地自焚了。这给如意、太后后面调查此事增加了很多难度。有人说，自以为是的人最难渡。在胖妮看来，淑妃虽然不是坏人，却实在算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。她这一辈子都活在自己想象的世界里，出不来，也不想出来。可能每个人的审美是不同的吧，有的人会爱淑妃的纯粹，但我对她只有遗憾，没有什么喜欢。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既要向内探索，也要向外发声，与他人交流，这样才能更好地契合周围环境，活得从容。如果暗恋一个人，要敢于表白，不要过分解读他的一颦一笑，让自己围着对方转，除非你的爱真的不贪图回报。面对朋友和爱人，喜欢就要及时表达，有心结要及时疏通，不要自欺欺人，逃避现实。如果你觉得别人对你不满，最好的办法是摊开了说，而不是暗中较劲，咬牙切齿或自怨自艾。也许你这样做了之后，才会发现以前的那些我以为是多么不切实际，甚至很可笑。现实的世界可能比你想象的默默温情要冷硬，却也比你头脑中那些弯弯绕绕要简单。而正在观看影片的可爱的你，如果没有很好的家世或很好的运气傍身，胖妮真不希望你去做自以为是，对现实世界缺少精准判断的瓷娃娃淑妃。相比之下，闷葫芦婉嫔倒对自己定位更清晰，也更皮实，让人放心些。好了，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喜欢胖妮，辛苦给影片点赞，订阅胖妮，下期更精彩。